好了，各位亲爱的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我们先分享王瑞波老师的体会哈。王瑞波老师也是每一天都写自己的修心日记。这是9月28号的哈，说辞减谦，一日反省，说对学生呢还有不辞，心中有不减，进一步的修正自己。说学习第758课是既知母子连心心心相印，是一定的自尽其意的体会。说母子连心，心心相印，心是相通的。就是我分享了我自己的那个经历哈，说我与家人孩子也是心连心，心心相印心是相通的，所以我一定的要自尽其意。就你和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孩子，你是心心相印，是心连心的。那么心连心的话，你这儿是乱的，里面充满了贪嗔痴，那你这个心就一定会影响到家人的心。那你这是干净的、纯净的、慈悲的，也一定会影响家人。所以你既然知道了什么呢？母子连心，那一定要自尽其意，就是你尽你的意，你尽你的生命，也就是在帮助母亲那块呢，尽她的意，尽她的生命，因为是相连的嘛。就像我经常讲的那个比喻，这是一个水，这是一个小池塘，这边也是个池塘。两个是相连的，你这水是干净的，就会帮助这边水干净，这边水干净也会帮助这边水干净。那么大而广之，你和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孩子心是相连的，那么和整个社会不也一样吗？整个全人类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有共同的这个空间，共同的时空中，我们都必须要什么自尽其意。所以王老师就说我一定要自尽其意，去掉心中怨恼烦贪嗔痴去我心中的邪念，要净脑净心净身说我与工作单位的人呢，人的心呢也是相连的须净心。我与周围的人，与整个人类都是相连的说我不能为国家为人类做大的贡献，但干净自己就是做贡献。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是做多大的事儿去为这个社会为国家做贡献，其实你纯净你自己，就把自己纯净成一朵莲花，世界将因你而美丽。这是过去我分享中的一个题，就你纯净你自己就够，就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慈善，并不是说我需要怎么样去做一些什么样大的好，但是我们需要去做一些事情，但最核心最开始的就是你要自尽其意，把自己纯净好了，你就给世界上做贡献了说学习干干净净就贡献自己贡献一个干净的自己就是最重要的学习要干干净净。说前一阵子看到母亲老了，心中就有一些怨自己的妻子觉得把精力我都用在照顾妻子孩子多，就没照顾好妈妈，嘴上没说，但心里呢好多天有这个怨念妻子我想也能感受得到，说我应该自尽其意自尽其意下面又分享了他日改一错脾气秉性方面的说中午在学校里面呢，他不是我值班校长在为几个学生做饭，又回去照顾母亲，就我没主动去帮助校长，只顾自己了就觉得还是有点自私这个需要改正。说日行一善方面呢，说捡垃圾尽己心。锻炼方面讲了听课758既知母子连心，一定自尽其意随课锻炼，开肺通心15分钟，富贵婴儿15分钟，含念塑像14分钟生活中觉知爱的呼吸1个小时，用爱化愿运静化躁的情况。说对学生说话呢有点急躁，因为本身是老师说修静心，要修这个静心，修这个爱心这是王老师这个体会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天每时每刻其实都是我们修心的这个时刻，每个地方都应该是我们修心净化生命这个场所好，我们上一次分享了说大脑它只是一个器官，它像胃一样，胃在消化食物，大脑在产生思维，帮你思考，它只是负责了我们生命活动中的不同的功能区域，只不过大脑这功能区域呢，它就比较特别一些所以我们要大脑是一个器官。当一有杂念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念头是大脑产生的，这个念头它不是我，
不是那最根本的我。当你发现了这个念头的时候，你每一次发现都是一次觉醒。一发现哟，原来我是迷到这个念头里面去了。这一发现哟，这念头是大脑的产物，它不是真正的我。你每一次发现，就像一束光一样照进去了，照进去你本来的那个自己。就我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多年前的我一次亲身经历。当然，这个不是说杂念的问题，就是我们头脑和你内在那个觉知。我相信，如果我分享这个体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这样的经验。我记得那是反正很多年前了，将近有20年前这样的，或者至少是10多年前，因为那时候我孩子还没有出生哈，那时候我记得。然后呢，我有一个朋友在北京哈，他刚买一套房子。刚买一套房子呢，是应该比较远一点了。那时候比一套房子，那次我具体忘了什么，我们是一块去旅游啊，到哪儿去？哎，说正好路过那个地方，已经很晚了。那朋友就说：“哎，我在这块刚买一套房子，我们去看一看吧，看看那地方。”哎，晚上没什么事嘛，我们就去了。那个房子呢，就是整个楼都是一个毛坯房，都还没有装修呢。因为他知道了是哪一层哪间房，然后呢。我们就几个朋友一起就往上爬，因为黑，那个房里没有装灯，是很黑的。那时候的手机光亮也没有像现在那个手机光亮很大，一点点光，然后就往上走。哎，进他那个房子之后，一进去之后，哎，我们就一进去房子嘛就往里走，因为你没有想到说会有危险，会有什么哈，就往里走。哎，走着我突然就有一种感觉，哟，就所谓有的时候人就会有那种。说灵感或者突然就呀，一下子就好像有一种要停下来，一直在说话，突然有一种感觉从我们说话的那个头脑里面一下退回去了，一种感觉，一停下来，一停下来一看，就前面因为这个他没有弄好，有一块楼板那块是空的，是再往前走的话，那我们就得掉下去了。一掉下去之后，下面你虽然只有1层掉下去，都是装修的那些，就是那些建筑材料，那一定要摔伤，那肯定咣当一下就掉下去了。哟，当我们一停下，一停下来一看，呀，前面是有点空，再往前走，因为你没想到你进到房子里面，讲到往前走还能掉下去吗？可就有一个坑在那儿，如果往下一走掉下去了。当时突然有种什么感觉？哎呀，头皮都发麻。一下，整个人一下，哇，那个头脑一下空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这样一种体会。就开始我们说话就完全在头脑里，啊，说这个到这个，哎呦，这个这么黑，在头脑突然你会有一种感觉超越了头脑，就每一个人都存在都有的那个灵性的觉知。你叫它第六感也好，什么也好，一种灵性的觉知，意识到了危险。也可以说，我们的眼睛没有看到这个坑，也没有人告诉你这坑，哎，你没有看到，眼睛没到那儿，可是你的意识到了，意识到，哎，可能有危险，可能你也不知道，意识到有点不对劲儿，一停，哦，发现真有一个坑在那儿，有个缺失的楼板。你再往前走就掉下去了。就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个灵性的那个觉知，每个人都有的，只不过平时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突然有一种灵性的感觉，但平时那个灵性的觉知被谁挡着了呢？被那个头脑，被不停的躁动的头脑把那个灵性的觉知给盖掉，就所谓那些杂念。那些念头一个一个此起彼伏，从早睁开眼睛就不停，这一天他都在跳跃，就在跳跃。就好像上次我分享那样，这个老员工他掌控你身体掌控这么多年，他已经习惯了，都喋喋不休的，就把那个真正的那个主人，真正那个灵性的觉知怎么样，给挡着了，他展现不出来了。但有的时候一些特殊情况，哎呀，突然一下，哎，就好像觉得怎么样。这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突然觉得，哎呀，老家
是自己家自己孩子会怎么样，自己父母怎么样，你会有突然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你说不清楚。今天要发生什么事突然这种灵性的那个觉知，就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灵性。说有的时候是被吓一跳，一吓一跳，呀，你看吓一跳，吓灵性了，吓灵性了什么意思？叫变灵了。那变灵了什么意思呢？那个灵性出来了。哎呀，说他天天想的头晕脑胀，头晕脑胀在这想里面。那么现在我们讲的是说，这个大脑只是一个器官，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哟，大脑只是一个器官，那就说明什么呢？后面还有个主人在用这个器官。就像大脑是个电脑，你是个操作员，你不要忘，还有一个操作员在这操作大脑。我表达清楚意思没有哈？所以每一次这样的发现哟，这个杂念，这个念头，其实它不叫杂念，你把它分成杂念了，它这个念头是大脑产生。当你一有这种觉知的时候，你就退回到那个灵性上去。我离开大脑了。所以每一次发现什么？发现有念头，你发现有念头，就背后有个你，那就是什么呢？都是一次觉醒，也都是一次什么呢？一次你作为主人的身份认证。你不然的话，错认主人翁，认为那个念头就是你。大概讲是迷失自我。每一次发现有念头的存在，每一次告诉这是大脑在工作，都是一次你作为真正那个主人翁的身份确认。都是这个的确认。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其实这就像什么呢？平时我们习惯了哈，不要拿手机背手机签字，说手机一响嘛，不管做什么就行，下意识无意识就要拿起来看一下，对吧？平常大脑一有念头，马上下意识的跟着他跑。平常是不是这样？你忘了自己本来是个我是个观察者，不是被支配者。我们现在很多人平常你都被手机支配了，大概想一想，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只要手机，马上，你不带手机觉得你没有主人呢，六神无主。为啥？手机成了你的主，你被它支配了。你不玩游戏，心里就难受，你被它支配了。念头也是一样，一有念头跟着它走，一有念头跟着它跑。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你就成了被支配者，而不是那个操作员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哈？所以一说大脑只是一个器官，就恰恰什么呢？打破了这种支配。它是我的器官，我不能被它支配呀。当然，我也不是跟大脑对抗，它只是我一个器官，它的本质是我的器官，因为我是用它来思考的。那么这样一做，就把思维的掌控权从失控的那个器官手中夺回到我自己手里。所以你每一次站桩，你或者打坐，一发现一念，就是在夺回你的控制权。就发现什么？它就像光一样，可以照见那个超越思维、超越头脑的如如不动的那个真正的自己，那个灵性。那个灵性，就像我说的，再往前走就要掉下去。突然觉得，突然觉得，谁觉得不是大脑觉得，不是思维觉得？说话，说前面有超越思维的背后的那个灵性，那种感觉，前面可能有危险，反正你觉得不太对劲儿，你就得停下来。你当时也没清楚说那个有个空档会掉下去，就一种没有语言的，就是一种感觉。在那个觉知，在那种特殊情况下，你是清清楚楚的能感受得到那个觉知的存在。我想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过类似这样的感受。那个觉知，
你不单是那个思想，那种超越了那个思想背后有一个无声的沉默的存在，沉默的存在。但由于这个沉默的存在，它太沉默了，那个头脑太过叫嚣了，太过优势反应了，所以我们那个灵性就迷失到这里面去了。所以现在每一次发现有念头，每一次认识大脑只是一个器官，它就像一束光一样，就穿越思维，照见你那个本性，那个如不动的那种本性。对，你有了这种照见之后，大家注意，那人的生活就会发生很多就不一样了，很多不一样。你比方说，你要来情绪了，马上告诉自己，一来情绪之后一生气之后，你和情绪合成一个了。在家里发脾气，跟谁发脾气，你就变成了他了。那变成是情绪，这是大脑的生理活动，停。这是大脑基于你的记忆、分析、判断之后，分泌了一些化学物质，产生的情绪反应让我很难受，让我要怎么样？这是里面产生的一些化学物质，是一点点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就是正好弄到我头脑里面，让我产生情绪，他想让我发脾气。这是大脑在工作产生的这个东西，很快就会没有的。你不要一怒之下干什么事，一怒之下什么意思？就产生这个物质，让我产生这一点点怒。这个怒，如果我迷失到这一点点怒里面之后，我整个生命随着怒去行为了，做事情了，一怒之下做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后悔终生。你照见，我的大脑根据看到的这个事儿，根据他过去认知的那些道德等等法律等等那些评判他认为这个事儿是不好的，他应该生气。一有这个事儿之后呢，大脑就产生了一些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就加强了我的这个愤怒，我就要去生气做事儿，干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叫一怒之下，这冲昏了头脑。这一会儿产生这些物质，让我头脑冲昏了，只是让大脑昏了，我的理智不能昏，我那个灵性没有昏。你迷失到头脑里之后，你就昏了，退回到那个灵性上，看着头脑，他这时候要发疯了，没关系，安静下来，一会儿这个化学物质这些东西这个气儿散掉之后，它就会恢复理智的。平常讲说日益失足成千古恨，就是那一下子是激情犯罪、激情伤人，那一下子迷失到大脑里去。但你要有这种认知就不一样这里面产生的这个化学物质，它让我产生情绪反应。我静下来，这个物质是短暂的，一会儿它就过去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就不一样了？你看怎么要贪这个东西，要贪这是我的大脑根据他的学习，根据他的记忆，认为这个东西是好的，拿着它很高兴很舒服，我占有它就怎么样了他根据这个呢，大脑中间也产生了一些东西，让我失去理智，我要把它得到。这是大脑在做分辨。这个大脑认为它好，他要得这个东西。那个人呢，可能认为他一分不值，你认为他价值连城，那个人可能认为他一分不值。只是大脑的一种判断，它产生东西了。我不能随着他走，他不是我的，我就不能去乱取它。所以你始终有这种照见，有这种发现什么？大脑只是一个器官，真的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越是总是纠结，总是拖延，问自己，这个大脑在干什么呢？他在想什么呢？他在逃避一些不舒服的东西，他试图怎么样
走捷径，所以在犹豫总想找捷径。大脑想干这个事儿。所以当你遇到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平常各种反应的时候，你往后一退，一发现这是大脑它在工作，它的工作模式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大脑过去受到什么什么样的教育，所以现在它会怎么样去做事儿。你一弄，你退回来了，退到哪儿？退到你那个心上。就说我知道这是有念头，但是我不是念头，我是背后那个灵性的那个觉知，就是我说的，突然意识到一个什么？你是那个意识，不是那个思想，你是那个纯粹的觉知本身，那个纯粹的那个觉知，那是那个本来面目，它是什么？广阔无垠。它就像广阔的天空一样，那个念头只是在天上飘洒的那些云彩，来了又走了。哪怕下再大的暴雨，总有停的时候。哪怕再有情绪，那个情绪像暴雨一样，这会儿凝结成雨滴往下落了。我不是暴雨，我是天空啊！暴雨过去，天空还在那儿。你要随着暴雨走了，你把整个片天空都失去了，就真的是这样。我们很多人说在做梦，一生都在做梦，梦就随着那个云彩跑来跑去，随着那个暴雨走来走，就随着什么，就忘记了自己本身就是那个天空，那一片天空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所以，我是，那是大脑在干什么？我是那个主人。我说清，我是主人。其实到最后，连我是主人这个标签都要超越掉，它是很自然的。当然，现在开始就需要有这样一个工具来提醒自己。所以我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上一次我们分享的内容，当一有杂念之后，你说大脑在想东西，你可以给这些杂念贴标签，给它分类。这是关于生活方面的想法。这是关于工作方面的想法，这是关于什么什么的想法。当你一给它贴这些标签，一给它分类的时候，你就把它当成客观了，那个主就回来了，回到你身上来，你就不会随它走了。你再给它分类，你就不会随着它走，不然的话，你迷进去了，你不知道它干什么了，你就迷失到里面去了。但是你不能老贴标签啊，贴了老分类，我得回来，用身体，用对身体的感知，切断什么呢？那个意识链条，把注意力拉回到那个觉知上来，那个里面的觉知是什么呢？是主人。那我觉知什么呢？有念头，我觉知那是个念头，我觉知生命活动。为什么我要练这个心息相依呀？你要觉知觉知这个呼吸，通过觉知你的生命活动，把那注意力从大脑回归到那个觉知本身了。你无论是一手丹田也好，觉知呼吸，做动作的时候形神相合也好，其实都是在干这样一个，就把你那个觉知从头脑中给分出来，不要把它迷失进去。当然，这个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为什么锻炼要坚持锻炼呢？一下子明白道理你就能成功了，我相信应该太少的人可以做到了。所以你要坚持锻炼。我锻炼的时候，那个觉知回到身体上来了，到生活中又走了，因为他那个老员工他的意识习惯性太强，所以我再练。当突然某一天你觉得回到身上来了，那个力量很强大了，一下过来了，就那个你回来身体这个势力和你向外走的那个力量，你比它大了，回来了，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我手心里面很大的进步。所以锻炼的时候有杂念不怕，其实不叫杂念，我们把它叫做杂念，要对它有觉知是最重要的。回到生命上来，其实我们还应该做一个工作，就每一次锻炼完了以后，你应该拿出几分钟的时间来回顾一下这次锻炼，来一个复盘。我有多少时候我是有觉知的？我有多少时候我是跟着走了的？一复盘是什么呢？再次确认那个黎明的觉知才是我真正的那个主人。你再次确认，就把那掌控权又一次握在手里面，握在手里。有的时候你甚至可以跟大脑说话。锻炼间歇，大脑你干了一天的活了，白天这一天你都在忙活，现在你休息吧。大脑给你提供一些想法的时候，你可以谢谢大脑，这个事情完了之后我们再说，我来一个处理。现在你够休息吧。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就生活当中头脑是不停的，身体在那不动，头脑不停。锻炼的时候你可以休息。当你能跟他说话的时候，你就回到那个主人的那个位置上，越来越确认你的主人翁身份，越来越确认。哪一天你会觉得，你真的变得稳稳当当了，你就变得那个主在你身上了，你会有感觉的，和你那个没有主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是一个人很稳的，一个人六神无主，一个人每天你能看得到，有的人每一天他那个主不在身上，但其实在身上，他在里边压着呢，被别的东西弄住，每天魂不守舍的，六神无主那种样子。可有的人，每天他能做得了主，那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不一样。所以大家注意每一次发现念头，发现这是大脑产生念头，每一次这样的发现，都像一束光，能够穿透思维，照到什么？你本来那个清净灵敏的觉知上。好吧，我们现在再开始锻炼现在我们就知道了这种所谓的念头我们把它叫做杂念，就觉得好像这是个不好的东西，其实不然，它是个好东西，宝贝，它就是来帮助我们锻炼的，它就跟带路的一样，提醒你，你要发现你自己提醒你发现你自己就像用手指头指着月亮，它是那个手指头，你清净灵明的心就是那个月亮，你不要一手指头，你跟着手指头跑了，你永远看不到月亮了。手指的方向是指向月亮的，那个杂念就是那个手指头，它一指，你通过它穿过思维，照见你那颗心，照见那个灵明的本性，就是这么变。所以每次杂念，你不要讨厌它，我们平常把它叫做杂念，就是每一个念就是一束光，但你是不是把它当成光去看？你把它当成讨厌，我这又失败了，怎么又有杂念了？好了，你就生念了。它只让我照见我那颗心的，它就不一样了，好吧？好的，放松安静。脚分开，两臂慢慢前抬，还是空的一样，整个
身体都是空的。抬起的时候不是胳膊，而是安静，是空间。放松到整个虚空之中，身体微下蹲，平常你突然之间被吓了一跳，之后哟，那种灵性的感觉，或者你回想，突然之间生活当中那种灵性那种状态，那种灵性状态的时候，那是超越头脑的。被吓了一跳，一激灵，激出了那个灵性的感觉。生活中特殊情况，突然之间意识到什么，那种状态没有语言的，头脑停滞的，但是那个灵性有非常清晰的这种状态。那种灵性的觉知。通过这2次分享，其实我们心中已经很明确了，大脑只是一个器官，已经有了比较坚定的那种主人翁的那种觉知了。那在站桩在梳理的过程中，再有念头出来，那就是在锻炼你，提醒你，强化这种觉知，让我们用意念、用念头之光，用你发现之光，去照见你那个灵敏的意识。你就站在觉知之中，你就是那个觉知。
杂念，只是要点亮你的发现之光。发现是光，穿透你的思维，穿透头脑，照进你的心灵。觉知生命活动，比如心息相依，将你的神气从头脑、从思维中解放出来，复归生命本身，复归其根，归根越近。
会上领，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氧气。好，大家坐下静养，静坐静养。一坐便一动不动，心息相依。头脑是恍恍惚惚的，头脑是不工作了，他的工作就是思维，现在不工作了，让他休息。
像睡觉一样恍恍惚惚。大家注意啊，特别强化这种觉知，就那个念头一出现，你就知道，那是大脑在工作，你好像要推到后面是，坐在后排座，也是那种，看着他，你和他之间有了距离，一发现这个念头，会能讲说不怕念起，就把觉知一觉，觉到了，不让念头变成一个句子，不让句子变成一个故事。之前也说过类似这样的内容，马上发现，大脑想编句子，想编故事，停下来，他已经编了故事，马上断掉它，他在编故事。你有这样的觉知，就回到那个观察者那块，回到那个操控者，在后面，慢慢的，因为念头引起你的发现，那束光就可以照进来了，就超越你的思维，超越头脑，照进内心了。所以叫照见智慧，照见那个本来那个智慧的慈悲的心。所以平常我们用一些比较极端的话说，这个人是昧了良心。昧了良心什么？那头脑东西贪嗔痴太多了，太多了。说突然之间，良心发现，这个东西没发现，照见良心了。说我们这种锻炼也是这样，在平常日常生活中，就站桩要打坐这样一类，不断的往回照见。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那个光明本性，就越发什么闪亮了。那么你从内在的发出光芒，就像一个人说骨子里都是善良的，心底都是善良的，那种善良的光芒，智慧的光芒，就从里面往外照耀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也就变成了那种光明的状态。那这种光明状态不单单照亮自己，同样可以影响别人。你这种照亮，唤醒周围的人也跟着什么亮了起来，亮了起来。所以，你不要觉得没有杂念，它是让我发光，让我照见。你一照见，照到里面，那个杂念自然就没了。因为它是个引路的，他完成了引路的任务之后，他说：“行了，我任务完成了。”他已经走到里面去，不用我，他就走了。过一会儿，你又失去了，他又来把你往里引，他就像一个引路的。每一次发现，都是一次觉醒，往内在深深的什么照见。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大家晚安。如果大家愿意坐一会儿呢，就再坐一会儿。做完之后，自己呢反思一下，回顾一下，看看我今天这个情况，我做的情况怎么样？好吧，愿意做的就再坐一会儿啊。